请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小小，放开我！快送医院吧！身体不舒服，脸怎么这么白啊？小小，赶紧送医院吧！感人不可能不去医院了，怎么办？倩妮，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来，是，这样，让开。谁是严小晨的家属啊？是我，你是？我是她丈夫。啊，病人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没注意饮食和休息，导致了低血糖昏迷，加之病人怀着孕，身体又比较虚弱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爱人没告诉你啊？没有。那，你确定她怀孕了？你们是怎么搞的呀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自己怀孕不知道啊？等她输完液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，尽快到我们妇产科来做一个产检。哎，谢谢你。小小，我们有孩子了！我的天哪，我们有孩子了！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男孩的话，肯定长得跟我一样；女孩的话，跟你一样。我的天哪，我们居然有孩子了！你醒了，小小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突然晕倒了，我给你送过来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吗？低血糖呗。你只猜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。你猜，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啊？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我经常内分泌失调，原来有这样过，不可能怀孕。小小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呢？是不是我昨天误会你？还有刚才在小区门口，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在气我，对吧？小小，我求求你，别生我气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一直以来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但是我现在是爸爸了，而且我爸妈也接受了我们的婚姻。我想，你现在应该搬到家里来住，这样怀孕特殊时期嘛，我爸妈也好照顾你，对不对？到家里来住。
你是不是又累了？那你再睡会儿。输完液了我再叫你。啊？哎，我就在这儿啊。在家休息吗？身体如何？为了你自己的婚姻，我建议你不要把那件事儿告诉沈后。亚晨，长春给你发的微信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什么意思。我只相信你说的。我们离婚吧，这孩子跟你没关系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浩辰，你终于承认了，是我太蠢了。我一直幻想着你跟程志远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还祈求你的原谅。我就是个笑话，亚晨。明天去离婚吧。喂，小陈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在你们家小区门口，你把罗文浩发给我。你走吧，我
要再管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解决。小陈，哎，严小晨，你怎么把针头给拔了？你看这都出血了。严小晨，喂，喂，老李，去最近的医院。好。我怀孕了，可是我告诉沈浩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如果不这么说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我怎么就跟他成为了一家人？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沈后他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也会难受死的。所以我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还得跟你说个对不起。他误会我俩的关系了。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释。既然我说要帮忙，不管什么忙我都会帮到底。好，别哭了。你明天能陪我去趟民政局吗？小陈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毕竟沈湖是孩子的父亲，你要真的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没事儿啊。李小晨，让新欢陪着和旧爱离婚，你可真行。上车吧。
我准备啊为中老年人设计一套服装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很多人都不会穿衣服。但你这个颜色会不会太鲜艳了？这个颜色不好吗？你看我这个。回来了。回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你妈问你话呢。没事儿。你看你的样，像没事的吗？有什么话不能跟爸妈讲啊？我离婚了。从你偷户口本出去注册结婚，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。现在，游戏结束了，啊？儿子，听妈说句心里话啊。你们两个既然都已经离婚了，那你跟严小晨这一片就算彻底的翻过去，你就当自己做了个梦，现在梦醒了啊，该面对现实了。你现在很年轻，又是个男人，你该考虑的不是成家过日子，你应该想想自己的事业，以后这么多年要做什么，对吧？不要因为一段情感就让自己一蹶不振，懂吗？从今往后，把自己的重心挪到事业上去啊！你妈这样正好。你呀，明天起就去分公司上班，也不要干什么销售了，我看就从经理做起吧。啊，随便吧。哎，你这叫什么话啊？随便吧。哎，他随便就结婚，这随便就又离婚，当个经理还随便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哪那么多随便？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茶凉了，我给你泡点热茶去火。哎呀，随便。哎，麻烦问一下，那个心血管科是在这一层吗？这里是 A 区妇产科，B 区心血管科在那边。其实真的不用陪我来的。还好我陪你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谢谢啊，我都不知道你营养不良。看来最近啊，不能让你加班了。单子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喂，哎，芳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在上海的医院看病，我看到小陈了。啊？他生病了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有一个男的陪着他，只是他们俩是从妇产科出来的，我就没有上去打招呼。妇产科，男的，是不是上次他带回来的那个沈侯啊？我看着好像不太像上次那个小伙子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拍张照片发给你啊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呢。
学会撒谎了是吧？啊？陪你一起去妇产科的那男的是谁？你是怀孕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是田阿姨告诉我，你打算瞒我多久啊？啊？你跟我要户口本，是不是去登记结婚呢？结了没有？那孩子是谁的呀？哎，不是妈，严小晨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！未婚先孕，你要不要脸呢你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在听吗你？赶紧回来，从上海给我回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怎么了？你妈说什么呀？我妈知道了。沈豪，你现在人在哪里呀？啊？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公司上班呢？你没有忘记怎么答应我的吧？啊？我不管，你对我是有承诺的。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应该讲信用，对家庭应该有责任，你懂吗？我已经跟你刘叔叔讲好了。你去上海分公司啊，做总经理。你今天，不，你现在就去，我要你现在就去上班。沈豪，你妈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这心里头就有一个严小晨吗？没有别人了。喂，你那儿怎么这么乱呢？你在搞什么美汤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雨神，你这哥们醒不醒啊？我看他状态不太对啊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不要命啊！下车，再来一圈，再来一圈个屁，1米都不行！下来！别管我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现在怎么了？天塌了，没杨有成你不活了！我说了，别管我！还有，别提他。小沈豪，我不管你，谁能管你？这么多年兄弟白做了。从现在看，我们整个上半年业绩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还是应该更……啊？说到哪儿了？没什么。你休息一下，准备吃饭吧，我们下午再谈。别看了，出去了。
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小陈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刚刚办完入职，我还有个会，你带他熟悉一下。Cindy 姐，我想下午请个假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状态那么不好。我劝你不要因为感情的事情耽误工作。下午把事情解决清楚，明天开始打起精神来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星辉，那是你位置。她叫 Cindy 是吧？说话像爆豆子一样，你都不知道我刚刚紧张死了。这儿，没事儿，你熟悉了她，你就知道她人很好了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今天不能带你熟悉公司业务了。好，没事，我忙你的。我就是想中午请你吃个饭，谢谢你的。那就下次吧。好，李辉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刘星辉。你好，见过见过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出去，就麻烦你帮我带他熟悉一下公司业务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不，你去哪儿？私事儿。哎，陈总，他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吧？啊？说什么？他们没什么没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哎，认识一下，珍妮、廖松。你好，你好。少打理他，走，带你熟悉一下。好。这是我们的会议室。不好意思，大老爷们儿等个电梯还插队，你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着急。严小晨，严小晨是哪位？哦，进来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你上。谢谢啊。来，我帮你吧。谢谢。第一次怀孕吗？是。结婚了吗？离婚了。有人陪你一起来吗？我们是有规定的，做人流手术最好是有家属陪同。你们要仔细确认了手术同意书上的所有内容，签字之后才能进行手术。有任何后果，我都自己承担，所以我自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都可以问，事关你的身体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的沟通，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，确保你在术后得到良好的恢复。我做完手术之后需要请假休息吗？当然，无痛人流只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通过麻醉减轻疼痛和不适，但是在术后的半个月之内，还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持续出血的现象。如果你不休息好，会引起感染，甚至引发盆腔炎。
所以必须通过充分的休息和一些口服的药物来促进你子宫的恢复，并且术后半个月之后及时来医院复查，避免留下不良的影响。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手术前一天晚上10点之后不能进水进食。你从昨晚10点之后到现在没有再喝水吃东西吧？没有。好，手术同意书你看一下，签个字。签字之后就可以让护士带你去手术室进行准备了。干什么呢？男士止步。对不起。护士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病人叫严小晨？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？我是他朋友。病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。你不能这么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看你出了公司，不放心就跟过来了。这位先生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请您在外面等一下。小陈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是个成年人，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决定。你们快推我进去！等一下，小陈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实情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。现在你们不得已而分开，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打掉你们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？不是。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？不是。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精子提供者吗？通俗的说，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？不是。那么抱歉，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，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。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。进去吧。我的争执不睡，你累了在天黑，多完美的一对，还是说自以为傻话离开了嘴，代价也许昂贵，什么时候你敢追？故事的结尾，心脏有一个缺，事业有一个结，太多人步履维艰，赌一个完结，旧寂寞凭香烟，方向感凭直觉，一半心酸一半喜悦，推我们到重逢的街。我们是两个半月，分开走一圈，聚会会作为世界字里行间。9号桌先生您好，我真的非常诚心的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，地点我已经定好了，时间由您来决定。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
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，也就只能是说谢谢谢谢再谢谢了。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让我还你这个人情吧。一半心酸，一半喜悦，推我们到重逢的街。我们是两个半圆，老板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钓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妈，他毁了我们一家。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着我回家？窥探别人隐私很好玩是吗？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，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？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的吧？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我不想看到你难过。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我只知道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严小晨，严小晨，开门！严小晨，开门！先生，请你保持安静，这里不让喧哗。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可以对他负责任。我不是他的亲人，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，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他的人生负责。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。严小晨，开门！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严小晨，先生，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，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。我们下面还要准备另一台手术呢。对不起。小陈，不好意思，给我们点时间。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一躺在那儿，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别自责了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。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。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，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，但是我现在。我只想尽我的全力，好好的去呵护他，我要把他留下来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啊！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他真的蛮关心你的。谢谢。
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？给我20分钟，给你做顿好吃的。啊？去沙发上休息吧。啊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需要帮你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我帮你洗菜。真不用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妈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切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哎，你慢点。呀，哎呦，你看嘛。我发现，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请我吃好吃的。谢谢。嘴里面有东西，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。好好吃饭，营养才跟得上。你现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，对不对？小小啊，这难过归难过啊，但你得吃饱饭呐。你不吃饱了，你怎么能去战斗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来，谢谢。小小啊，你看你这门锁的，真把自己锁上了哈。你看爸爸给你做的鱼汤。来喝吗？吃。吃饱了吗？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？刚好，可以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特意送你，就是吃饱了饭，出去散散步而已。好。好，那我收拾一下。你不用管，不用管。
沈豪，猴子，你别跑了！哎，猴子，你来这儿是因为还在想他吗？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和过去道个别。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黑夜和白昼，永远擦肩而过。又特别像天空和大海，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，但是天空永远拥抱不到海洋。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。就让这段感情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吧。这个地方风太大了，别感冒了。我们回去吧。爱有喜悦，也有风险。袁小晨，快揣深渊，追着光亮，每次挫败，给我一记真言。暖暖时光，难免会夹杂一些后骗人的字节，蒙蔽我们的眼，还相信走过黑夜。明天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能决定，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
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，她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，然后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这样已经习惯了。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，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。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？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交易？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。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，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，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不起。喂，妈。杨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，我先让老李接你妈去我家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，有我这个外人在，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。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。
程总，辛苦了，老李。阿姨，请进。妈，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。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我没有妈。丢脸！阿姨，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轻点，你撒手！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！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？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？妈，我都没脸！颜之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？你听我说，不要脸呢你啊！我都觉得没脸。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你就没有我给你做定我一把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你？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小陈结婚的。我会对他负责到底，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就是胡来嘛，真是。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，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
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来，新娘子笑一下。好，来，再笑开一点。没关系，就这么拍吧。好，来，1、2。这不会是假证吧？妈，您放心，这肯定是真的。我下午就回去了。程志远，光领了证是不够的。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，丢尽了我们老严家的脸面。怎么挽回，还要看婚礼怎么办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陈风风光光的嫁过来的。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回去接您。